小娘，你怎么不跳啊？跳啊！跳啊！公子，怎么还不跳啊？不用了。 这刚才陪我喝酒的姑娘，怎么上去跳舞了？不是姚娘，糟了，姚娘怕是跑了，快去找！啊！我出5000两，买这位姑娘陪我喝酒。公子好眼光，我们姚娘啊，不仅舞跳得好，酒量那也是1等1的好啊。 真是他，是他与双之线。风月之情，情比金坚，妙哉，妙哉啊！你怎么会在这儿？ 刚才你走了以后，我伤势发作，昏倒了，被这儿的老板捡到，带了回来。刚刚我是喝了点酒，就被误认为是楼里的舞姬，才被推上台的。你一个堂堂的仙门修者，被抓来了天香楼。是啊，我又蠢又倒霉，我走到哪儿都被人欺负，被人耍，你不早就知道了吗？ 你干什么？给你把脉。不用。你的身体没什么大碍，认真的调养，很快就能恢复了。接下来什么打算？打算？我也不知道。要回中原吗？我师妹给我留了信，就不辞而别了。我已经派我的灵琴去找她了，我得等到她。你的伤怎么样？伤？那里。 早就好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身份，千刀万剐都能活，这点小伤不算什么。陆千巧，
战鬼人里也有好人吧？应该有吧。仙门有邪修，人族里有恶人，战鬼人，应该也有好人吧。仙梅，我不是坏人。虽然我是战鬼人，但我从小在人族长大，我从来都没有参与过当年的那场战争。虽然我也杀过人，但都是一些恶人。我在人族的军中服役过，当过芝麻小官，我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。即便遇到任何的不公，我也从来没有滥杀无辜过。我知道，我不应该跟你说这些，但我不希望你误会我，恨我。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。你是战鬼人，是我族大敌。你骗过我，但你又救过我，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我。抱歉啊。陆千桥，你真的不是坏人吗？我不是坏人。那你能保证吗？我保证。那你先好好休息，等天一亮，我们就换个地方落脚。陆千桥，我还有一些事情没有想清楚，再加上我要在北巷等我师妹，所以我暂时不会回中原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还有，须陀城青红教碧水分坛，我去过了，那个驼队老板我也见过了，还有魏县的宋大人。平安客栈的老板娘，再加上对上夏玄子的那一次，不管你是谁，你都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该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就是这儿了。这都是你画的？之前来凤凰城的时候，我都是在这间酒楼饮酒，当时酒烈兴起，便画下了这幅四序图。只可惜当时还没有换肉，眼睛看不清颜色，未能画下这人间烟火的全貌。我以前学画的时候，画堂的师傅总会将人生比作画卷，他们描绘人生的词语大多都是五颜六色或者五彩斑斓。我因为看不清颜色，所以一直未能画出一幅完整的画。可你的水墨画已经是登峰造极了。不够，远远不够。我不仅想看清这个世界，我还想享受这个世界。我不希望我的人生像这幅画一样残缺。我希望它有温度，有色彩。我想像一个凡人一样，好好的活一次。我不想再嗜血狂躁，我要知礼仪，明善恶。我想要看到这世间的万千色彩，我也想拥有与这世界相通的一切感受，哪怕是痛，是伤，是怨，是爱。我还想尝出味道，我想将这人间美味一一尝遍。如果真的有那一天，我想包下京城最贵的酒楼，吃最美的佳肴，喝最烈的酒，大醉一场，好好的睡一觉。
我烈酒一樽醉三更，让我有缤纷灵魂，让金钱豹的疼痛来为我活着作证，让我尝尽血肉的人生，让我有无畏红尘，让世间冷暖容我同存我敢疯敢梦，让我烈酒一樽醉三更，让我有缤纷灵魂，让金钱豹的疼痛来为我时隔这么多年，这幅画终于完成了。你的人生也会逐渐完整的。让我有无畏红尘，让世间冷暖容我同存我敢疯敢梦不败火。那可是不全先生的画呀！你们陪我的话，抓住他们！走，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你没有什么想要问我的吗？其实有很多，只是我想，你若是愿意告诉我，自然会讲；若是不愿意，我问也没用。你倒是乖觉。和你相处了这么长时间，总能学到一点教训。你那日问我，受了伤痛不痛？我又不是木头瓦砾，受了伤自然是痛的。但是比起我在千岩窟受到的那些苦痛，一剑穿胸，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。难道是林中的那些人做的？他们究竟和你是什么关系？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追上他们！他们走远了。对了，你说战鬼人为了摆脱五伐，为什么宁愿选择培植剑木，妄图登天，也不用你的办法？力量是毒药，一旦拥有，便无法割舍。我想，应该是我们看到的东西不同吧。对他们来说，转生为人是失去力量的过程，但对我来说，是弥补我人生重要的一环。其实，我并不完全是战鬼人。我的母亲是战鬼人，但我父亲是人族。人族和战鬼，他们怎么会？他们相识的时候，正是诸神消失、人间战火不断的时候。我母亲爱上了我父亲，为了他逃离了家族，割舍了责任，隐居山林，生下了我。那你的母亲一定很爱你，也很爱你的父亲。原本是这样，但可惜，我父亲是人族的探子，他接近我母亲，就是为了打探更多关于战鬼人的情报。我母亲知道后大怒，杀了我父亲一行人，把我丢在了大火之中。那场大火几乎烧掉了我所有的皮肤，我也因此换了一身皮囊，可以好好的睡上一觉。那之后，我就开始到处流浪。我不能去战鬼族寻找我的母亲，人族也视我为仇敌。那时的我孑然一身，天下之大，竟然没有一处能容得下我，所以我只能隐姓埋名，去寻找我父亲的下落。
后来呢？后来，我就遇到了我师父。你还有师父？他叫段玄英，在流波观闭关多年，很少有人知道他。他收我为徒，教我读书识字，练功修法。再后来，我就在人间游荡，因为我的寿命比凡人要长，容貌也不易衰老，所以我不得不频繁地更换着我的姓名和身份。起初，我入了皇宫，结识了苏太医，后来，因为权力抽身，带苏太医离开了皇宫。又结识了丽娘，那个平安客栈的老板娘。对。再后来，我实在无趣，就当起了江湖大侠。我在江湖中游历多年，发现江湖确实有趣，人情味也浓，所以做人的想法就越来越强烈。再然后就去从军，做了县令。然后呢？再后来就遇到了你，受到了凌迟之刑。接下来的事你就都知道了。可是我都忘了，一点都想不起来。等我见到了楚音，一定让他第一时间恢复你的记忆。我自幼长在千岩窟中，为奴为婢，过得连猪狗都不如，还常常会被他们当作施妖的工具。千岩窟的主人叫夏玄子，他生的一副玲珑面孔，少年模样，性子却最是狠毒。你应该听过风道人的预言吧？听过，这世间将会有灭顶之灾，还有9月初9出生之人将会是济世之人。但当初一共留下了3个预言，前2个是留给世人的，第3个则是留给夏玄子的。你醒了？想喝水？你怎么不叫人呢？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饿不饿？想不想吃点什么？哎，不用我帮忙吗？哎，有话好好说，我就在这儿。辛姑娘，你不是死了吗？看来死得不够彻底，那我送你一程。你冷静点。要么今天你杀了我，要么我杀了你。这件事的确是我不对，要打要罚我都认，但你先听我解释啊。去阴曹地府解释吧。那姑娘的伤才刚好，去死吧！你不管管啊？管不了。多大仇多大怨呢？唉，让他们自己解决吧。还打吗？好，既然我动不了，那便听你的解释吧。凌迟那日，我的确没死。不应该从这儿说起吧？陆大人，在京城屡次暗中救下我的人，也是你。你既然有这般本事，为何会身陷囹圄？又为何会甘愿束手就擒，遭人凌迟？我自有缘由。自有缘由。好，那我再问你：你明知自己不会死，又为何与我成亲呢？又为何对我说那些话，让我以为你会死，
让我心有牵念，对你不敢，为你报仇。我没想到你会那样做。好一个没想到！你空有一身本事，却放任别人冤你、罚你，让自己身陷极刑，让旁观者为你不值。你明明不会死，却还要与我成亲，还交代我死后为你烧香供佛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是在耍我吗？是你要解释的，那你便解释给我听。我真的很想知道，我以微末本事，他抱不平，替你报仇，险些送命的时候，你究竟是作何感想？是觉得可笑，还是觉得我愚不可及？是感激，新姑娘，我很感激你。只是我确实有不能与旁人说的理由，这关乎着我的身家性命。但请你相信我，我绝对没有害你的意思。你先好好休息吧。如果仍然觉得怨恨未解，就来大堂找我。新姑娘，其实我想通了，是我的问题。早在入仙门的时候，师父就让我发过誓，绝不能以仙法插手世俗之事。是我太蠢了，一直想不通。我总觉得，我有幸习得仙法，就应该学以致用，不然就荒废了。可这世上不平之事太多，朝廷管不过来。我恰巧遇到了。我也有能力去管，我为什么不能管？所以，我犯了错，而且犯了很多次。从前，我不知悔改，总觉得错的是规矩，不是我。但这一次，我想明白了，这世上有仙人，有修行者。还有许许多多的魑魅魍魉，人心叵测，世事难料。术法之下以假乱真，仅凭一双肉眼，哪能辨得出真假？做了就容易犯错，不做就不会错。所以师父才让我安分守己。这件事是我考虑不周，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，伤害了你。我们萍水相逢，本该各取所需。是我没有自知之明，一头撞了进来，搅乱了这潭浑水。新姑娘，我知道，你有你的理由。多管闲事的人是我，我坏了规矩，就该得到报应。现在想通了，陆怀。我还是叫你陆怀吧。多谢你给我上了一课，我以后都不会了，再也不会这样了。
陆大人，从今往后，我们各走各路，再不相干。他很伤心呢。让他忘掉陆海这个人，就当做这一切从来都没有发生过。